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日本自媒体团访问新疆，中方将充分利用视频影响国际舆论。6月19号，中国政府兑现承诺允许20名日本游客自费到新疆旅游，行程中包含参观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这次访疆团成员将通过自媒体进行网络的直播。对于邀请或者允许外国人访问新疆，国内的舆论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过去我们不是没有组织过外国人士到访新疆，其中还包括联合国人权总干事巴切莱特。但这些外国人在离开新疆回国之后，几乎很少为中国政府以及新疆的真实情况发声。多数人就像变脸一样，一回国就立刻向美国的立场靠拢，对新疆的社会治理横加指责。那位联合国人权总干事甚至在目睹了新疆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现状之后，还是拿出了一份充满谎言的访问报告。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遭到了美国人的政治压力，但作为一个如此重要地位的政治人物都不能实话实说，换了一群日本人，他们能做得到吗？我们要看到，和几十年前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相比今天的媒体和舆论的进步是很大的。过去西方政客只要操纵了媒体，就可以代表舆论压制不同的声音。社交媒体出现之后，特别是像抖音这样的视频自媒体出现以后政客以及幕后势力想要完全操纵社会舆论就没那么容易了。一段实地拍摄的视频可以瞬间驳倒政客们的谣言，一张高清的头像无论用多少谎言都很难掩盖真相。中国政府这次邀请20位日本游客自费来到新疆，让他们自由的拍摄、自由的传播，这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算这些日本游客拍到了武装警察、人民警察持枪在街头巡逻，那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是在保卫普通人民群众的安全，威慑的是暴力恐怖分子。他们的贡献和付出理应得到广泛的传播。其实在新疆之外已经有相当多的外国游客拍摄了中国的视频和头像。因为文化或观察角度的不同，这些外国人所拍摄的东西都是很有特点的，有很多景物，比如说城市的景观、自然风光等等，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些习以为常的景观。可是通过这些外国游客的镜头传播到国外的社交媒体上，往往会引起热烈的反响。很多观众跟帖表示，从来没有想到中国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一定要找机会去一次。这样的传播效果，我们自己主动去做、去推广都不见得能够实现。这些自媒体不仅仅是在反映中国的真相，也在反映各个国家真实发生的事情，又不违背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社会舆论的影响力都是巨大的。创造条件、创造机会，通过社会舆论引导西方国家的民众正确地认识中国的真实情况，这是中国文宣界的责任。这一次让日本游客到新疆自由行，是一个很巧妙的政治选择。在美国阵营里面日本的文化和中国是最接近的。新疆对于日本民众来说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电视媒体就与中方合作拍摄了有关丝绸之路的纪录片，在中日两国播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几十年来日本政界一直希望能够在中美之间突击，一方面不放弃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一方面又不去违背美国的政治要求，所以日本的对华政策一直处在经济和政治相背离的这种矛盾当中。日本一方面加入了中国主持的 RCEP 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却叫嚣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这种自相矛盾的体现。那现在中美关系出现了缓解的迹象，趁着这股东风，在日本社会舆论当中制造影响，创造有利于中国的氛围，促使日本政界改变对华策略，是可以增进中国国家利益的。这对于削弱日本右翼势力的影响，促进包括芯片产业在内的中日高技术的合作，都会起到推动作用。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